紧急插播，本市突发未知高传染性病毒，感染者极具攻击性，请广大市民立刻返回家中，紧闭门窗，千万不要出门，保护好自己。重复，千万不要出门。末世爆发了，陆秀梅推我去喂丧尸，把我反锁在门外。救命！那不是流感，是吃人的怪物。被咬到就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东西。我没死，脖子没有伤口，难道刚才那是梦？梦里现在已经有丧尸了，起初人们以为只是普通病毒，没当回事，而我却死在了丧尸口下了。那种被活生生撕咬的痛感太真实了。可是陆阿姨平时对我那么好，对我比对她亲女儿还好，她怎么可能把我反锁在门外让我喂怪物？不可能，肯定只是个噩梦。我最近压力太大了。哎呦，云云，这是怎么了？满头大汗的，做噩梦啦？别怕别怕，梦都是反的。来，喝杯热牛奶压压惊，阿姨特意给你热的。陆阿姨，外面新闻里说有病毒爆发，会咬人。哎呀，你这孩子就是喜欢胡思乱想，那些新闻都是博眼球的，哪有什么病毒怪物？估计就是几个狂犬病发作的疯子罢了，离咱们这儿远着呢。云云啊，阿姨平时对你怎么样？是不是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疼？你要什么阿姨不给你买？阿姨对我很好。你也知道，你爸和你妹妹去外地参加那个全封闭的集训营了，阿姨今天还有点头晕，实在是不舒服。你能不能帮阿姨下楼去趟超市？阿姨想吃你最爱吃的那家红烧肉，顺便买点新鲜蔬菜。你是个孝顺孩子，肯定愿意帮阿姨跑这一趟的，对吧？买蔬菜，这跟梦里的情形一模一样。他就是在这一天让我下楼买东西，然后把我反锁在门外。原来那根本不是梦，是预知未来。他的好全是装出来的。陆阿姨，我肚子突然好疼，可能吃坏东西了，疼得站不起来。哎呀，怎么突然肚子疼了？要不要紧啊？要不阿姨带你去医院看看？真的很疼，阿姨，对不起啊，要不您自己去，或者晚点再去吧。那行吧，你好好休息，阿姨不逼你。你这孩子身体真是太弱了，得多锻炼锻炼。平时使唤的挺顺手，今天关键时刻给我装肚子疼，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喂，又怎么了？我和月月在隔壁市的全封闭集训营呢，正忙着呢。老苏啊，你那个宝贝大女儿今天死活不肯出门。我本来想着趁现在外面乱哄哄的，把她支呼出去，我好把他妈留给他那套房子的房产证给翻出来。什么宝贝大女儿？她算个什么？看着她我就来气。你不是说你一直扮演慈母，把她哄得服服帖帖的吗？怎么连使唤她下个楼都做不到？我这些年天天对她嘘寒问暖，装得比亲妈还亲，好不容易让她对我言听计从，谁知道今天她跟我装病。老苏，这房子可是市中心的大平层，绝对不能留给她。等拿到房产证，我们就把她赶出去。行了，你别急，随便找个什么借口把她骗出门。外面现在都是狂犬病咬人的新闻，等她死在外面，房子自然就是我们的了。先挂了。原来这就是真相，爸爸平时的冷漠和厌恶是真的，陆秀梅这些年的温柔和关爱全都是假的。他们竟然一直串通好了，用这种两面三刀的手段算计我妈留下的房子，甚至巴不得我死在外面。好一个慈父，好一个好继母，既然你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末世就要来了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落得什么下场。各位市民请注意，最新通报，不明毒正在迅速蔓延，感染者已经出现严重变异，请务必协助上门帮用。这新闻难道真的有怪人的？秀梅，你干嘛呢？3缺1就等你了，赶紧来小区棋牌室啊！今天手气好。王姐，你没看新闻吗？电视上说外面有病毒，还说会咬人呢。我看着怪吓人的，不敢要。今天算了，我有点不敢出门。哎呀，我的傻秀梅，我打听清楚了，就是几个人得了狂犬病发疯而已，而且离咱们这高档小区远着呢。咱们小区保安那么多，怕什么？你是不是怕输钱不敢来啊？你要是不来，以后我们可不带你玩了啊！别，谁说我怕了？我这就下来，狂犬病还能咬到我身上不成？你们等着，我今天非把你们的钱赢光！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，你去送死，刚好省了我的事。我必须马上为囤货做打算。
等今天赢了钱，再回去收拾那个小贱人。房子早晚是我的，我看他能装病到什么时候。什么声音？谁家的狗没拴好？真是没素质！吃人了！怪物吃人了！快跑！那是丧尸，新闻里说的是真的，根本不是狂犬病。苏雨，你开门！苏雨，你开门！张阿姨、李叔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苏雨啊，你可千万要挺住，别太难过了。你后妈她刚才在楼下花园被一个发疯的怪物给咬死了，满地都是血呀！什么？陆阿姨她被咬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太吓人了，那根本不是狂犬病，那是会吃人的怪物。现在小区里只有极个别的怪物，还不算严重。苏雨，你千万别下楼，赶紧回屋把门锁死，保护好你自己啊！真的，我们亲眼看到的。你别伤心了，现在外面太危险了，咱们这栋楼也不安全了，赶紧关好门，千万别出声。我们也要赶紧回家躲着了。陆秀梅死了，上辈子她把我锁在门外害死了，这辈子她自己迫不及待地去送了命，真是因果报应。这是空间异能，预知梦里可没说我会有这个，这简直是末世最顶级的生存外挂。这泉水竟然能恢复体力，有了这个绝对底牌，这末世我不仅要活下去，还要活得比谁都滋润。既然有了空间，就不能浪费。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家里能用的东西全部收起来，然后趁着官方救援还没彻底瘫痪，出去大采购。这肥牛的口感绝了！末世一旦极寒或极热天灾降临，想吃顿热乎饭比登天还难。现在必须好好犒劳自己，储备能量。吃饱了，该去扫荡物资了。这是牛油火锅的味道，还烫了肥牛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外面全都是吃人的怪物，到底是谁家还有心情吃火锅？还能有谁？肯定是隔壁那个苏雨，他后妈死了，他倒好，躲在家里大鱼大肉，吃的比过年还丰富。这死丫头也太自私了，大家都是邻里邻居的，她竟然一个人躲着吃独食，也不知道分我们一点儿。你不是说要去敲门找他要吃的吗？你去啊！就他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你还怕他不给？现在去敲门，你疯了？万一把楼下的怪物引上来怎么办？等救援队了，我非得去举报他囤积物资不可。这是我的，你给我放手！明明是我先拿到的，我饿了1天了。无知，几个月后极寒天灾降临，气温降到零下80度，这些才是真正的保命神器。等极寒一来，你们就抱着泡面冻成冰雕吧。喂，那女的是不是吓得脑子不正常了？可不是嘛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大家都在抢吃的保命，
他跑去拿一堆没用的破烂干什么？还拿冬装？现在这大热天的穿冬装，想热死自己啊？真是愚蠢！等过几天饿得走不动路的时候，看他是不是拿那个破肥瘦啃着吃。拿再多卫生巾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管好你们自己。神气什么？等你没物资快饿死的时候，跪下来求我们，我们都不给你一口汤喝。哟，苏大小姐，冒着生命危险出去跑了一大圈，就捡了这些没用的破烂回来呀？就是拿一堆没用的铁疙瘩，能当饭吃还是能打怪物啊？真是个愚蠢，连什么物资管用都分不清。我看他是吓破胆了。喂，苏允，你这包里要是有吃的，就分我们点儿，我们还能勉为其难帮你看着点门，保护保护你。先管好你们自己的死活吧，别来沾边。你这死丫头怎么说话的？大家都是邻居，你牛什么牛？你以为你拿一堆破烂就能活下去了？不知好歹的东西，都枉为丧尸！普通的武器在末世根本撑不了多久，近战太容易被感染。我必须有一把趁手的长兵器，才能保持安全距离，做到一击必杀。还好以前学过一些防身和野外生存技巧，这点组装武器的本事还是有的。不错，重心很稳，对付初级丧尸足够爆头了。武器有了，该去干票大的。是一只初级丧尸，行动相对迟缓，但咬合力量很大，绝对不能被他抓伤，必须利用长兵器的优势，一击致命。正好拿你来开刃，找死！我靠，我没看错吧？不堪一击！一个瘦弱的女生竟然一招单杀了那个怪物，这怎么可能？刚才我还嘲笑她，我简直是找死啊！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了，得赶紧。太可怕了，那两个大块头肯定没命了，咱们躲在这里，千万别出声，这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对对，只要不出声，丧尸就发现不了咱们。千万别学他们乱跑，乱跑就是送死。别过来，滚开啊！我可是练过散打的。快跑啊！爬墙！你是不是傻？这墙根本爬不上去，赶紧拿起棍子打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，死定了！快看，有个女孩，她怎么不跑？吓傻了吧？连那两个壮汉都打不过，她一个柔弱的女孩竟然还不跑。这两只丧尸体型大，左右夹击，现在转身逃跑，只会把后背暴露给他们，必死无疑。必须利用地形反击。来吧！我的天，我没看错吧？单杀一个女生，单杀了这两只怪物，那两个壮汉连10秒都没撑住。他太强了，咱们刚才就该下去跟着他，他肯定能保护咱们。我们错过了活命的机会。可是万一他抢咱们的物资怎么办？还是再等等。官方的监控竟然还在运作。老李，快看3号巷道，这女孩身手太牛了吧，动作干净利落。那两个壮汉选择跑直接送命，她选择正面反击，反而活下来了。我仔细看了，完全是靠冷兵器和环境反杀，没有任何异能痕迹。在这种世道，这心理素质真强，单杀2只丧尸比咱们还厉害。可惜也就是个身手敏捷的普通人罢了。继续盯别的监控吧。哈哈，这么多吃的，咱们不用挨饿了。躲在家里只能等死，出来抢吃的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你看那女的，居然不去超市抢吃的，反而跑去服装店。
极寒天灾一来，气温骤降到-80度，没有御寒物资，再多食物也会变成冰疙瘩。真是个脑残，都末世了，还想着买衣服打扮自己呢，选衣服不选食物，这是找死。行了，我们走吧。去超市前厅抢食只会弄出巨大声响，引来丧尸，这才是找死。这厚度绝对能扛过极寒天灾。全部带走，一件不留。这些在末世后期可是兑换顶级物资的硬通货。完了，超市那边的动静太大了，把整条街的丧尸都引来了！救命！救救我！你拿化妆品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要被咬死？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一招就把怪物秒了！我刚才居然还嘲笑他。得赶紧离开这里，丧尸马上就要涌进来了。往2楼跑，等于是把自己逼上绝路。走开！都给我走开！别按喇叭了，你这样会引来更多怪物的。我按喇叭怎么冲过去？丧尸跑不过汽车，咱们只要开车冲过这条街就安全了。在丧尸密集的街道开车，还疯狂按喇叭，简直是给丧尸发开饭信号。这种时候，走小巷避开尸潮才是正确的选择。这些都是末世最抢手的交易筹码。空间太小，市场离开，我出去打。那是变异种，连特战都打不过的怪物。这女的死定了，刚才那辆车上的人都死了，她一个人更活不了。咱们千万别出声。他竟然单杀了变异种，太可怕了！一个女生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战斗力？刚才我还以为她必死无疑。大佬，可以带我们一起走吗？跟着我只会让你死得更快，你们还是自己躲好吧。刚才对付变异种消耗了不少体力，必须尽快赶回安全屋。小丫头片子，大半夜背着这么多好东西，交出来！在末世，你这种弱不禁风的女人，只能依附我们这种强者。这女孩真可怜，怎么偏偏走这条道？刚才我遇到他们，把身上所有吃的都交了才保住命。她一个女孩遇到这种事，赶紧交出物资保命，反抗只有死路一条。在末世，活人往往比丧尸更阴险可怕。滚开！给脸不要脸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妈的，怎么有丧尸？老大，快跑！你去喂它吧。啊！我的腿！这就打完了？女侠饶命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杀你只会引来更多丧尸，脏了我的手。
你看外面，那女的竟然敢一个人在大街上走，太危险了，外面全是怪物，她这样大摇大摆，肯定活不过今晚。就是拿根破棍子装什么武林高手，等遇到怪物有他哭的。是力量型变异种，完了，这女的绝对会被撕成碎片的。她怎么还不跑？吓傻了吧？幸好咱们躲在车里，不然死的就是我们了。力量型变异种，虽然力量大，但动作迟缓，正好拿来练手。疯了吗？竟然主动送死！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他单杀了那个巨型怪物，太强了，简直是战神！给我松手！这是我先看到的，我已经饿了2天了，再不吃东西，连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3天没吃饭了，你个大男人跟我抢半个面包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给我，不然我跟你同归于尽！松手！外面全是怪物，现在谁还管什么男人女人？活下去才是真的。这面包是我的！放屁！明明是我从货架底下翻出来的，你给我滚开！这女的脑子进水了吧？放着现成的面包不抢，跑去空仓库找死啊！别管他，这种人在末世活不过2天，我早就看过了。前面的货架全被抢空了，仓库肯定连个渣都不剩。就是，那仓库门锁得死死的，就算有东西他也拿不出来。去仓库就是死路一条。长得倒是不错，可惜是个没脑子的花瓶。等他被里面的怪物咬死，我看他还能不能装得这么清高。你们为了一口发霉的面包在这里大呼小叫，迟早把丧尸引来。你算老几啊？敢教训老子？你以为去仓库就能找到吃的？做梦去吧！高筋面粉、土鸡蛋、植物黄油，这些都是高热量食材。在末世极寒时期，这些可是能保命的顶级物资，比什么山珍海味都管用。外面那2个人蠢得可怜，网红店的仓库往往备货量巨大，而且平时都是锁着的。外面的货架被抢空，不代表仓库没有存货。在这个吃人的世界，仁慈只会加速自己的死亡。他们既然选择了发霉的面包，那就让他们抱着那点苦来等死。我不需要同情任何人，我只要活着。只要空间里有足够的物资，我就能熬过即将到来的极寒末世。给我松手！信不信我打死你！打死我你也别想吃！给我拿过来！丧尸！丧尸进来了！快跑！救命！我的脖子！救命！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！别过来！求求你们别过来！那个女的在仓库里，你们去吃她！为了半个发霉的面包弄出巨大动静，甚至还想祸水东移，真是愚不可及。这就是末世的生存法则，愚蠢的人连活下去的资格都没有。面粉还没过期，高热量的油脂，这可是极寒时期最核心的保命物资。这些风干的酱板鸭不仅容易保存，还富含蛋白质。到了极寒末世，气温会降到零下几十度。那些只知道抢泡面和矿泉水的人，根本熬不过第1个冬天。碳水化合物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几百斤的面条足够我吃上好几年了。龙虾尾和肉丸更是难得的美味。等极寒降临，别人在外面啃树皮，我可以在安全屋里吃海鲜面。
柱，这刀不错，拿来对付初级丧尸或者用来分解猎物都非常顺手。有了这些物资打底，哪怕在末世苟上几年也不成问题。这种踏实感真好。官方救援部队已到达，所有市民立刻待在室内，关好门窗，不要乱跑。重复，立刻待在室内。一队负责清理街道，二队建立防线，不要让任何感染者突破封锁圈。先遣队员已经到了，看来上面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要快，封锁马上就会开始。一旦全面封锁，街道上就不能随意行动，再想大规模搜刮物资就难如登天了。必须在官方全面封锁前干完今晚最后也是最大的一票搜刮。地下超市的物资我志在必得。时间不多了，得加快速度。走开，都给我走开！这是我的西瓜，谁敢上来抢，老子今天就弄死谁！给我放下！我孩子快饿死了，急需吃点带水的东西，你一个人吃得完吗？快给我一半！去一边去！你孩子死活关我啥事儿？现在是末世，自己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喂，你们看那个女的，是不是饿疯了？放着外面这么多好果子不抢，跑到里面捡那些发黑发烂的烂果子吃，估计是没胆子跟我们抢，真是个脑残！这种烂的吃了也是拉肚子。在末世抢不到好东西就得饿死，这辈子他也就是个吃烂果子的命了。没错，抢到好果子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像他这种怂包，活不过明天。目光短浅的人，现在极寒还没降临，等到了后面，连一根擦根都找不到。这些烂果子虽然不能直接吃，但里面的种子可是无价之宝。只要种进我的空间黑土地里，以后就能源源不断的产出新鲜水果。你们在末世啃树皮，我天天吃新鲜车厘子和榴莲。小宝贝儿，把你包里的东西交出来，我全要了。滚！给你脸了是吧？就凭你也敢让我滚？乖乖把包交出来，我还能放你一马。你怎么这么大劲儿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想抢劫也得掂量量自己有几斤几两，再敢废话，下一次就不是废掉腿了，而是敲碎你的脑袋。种子收集的差不多了，该去下一站了。他怎么了？是不是吃完肚子发病了？谁来救救他？不对，他刚才抢西瓜的时候被人抓伤了，他是不是感染了那个病毒？不要！救命！怪物！他变成怪物了！快跑啊！别踩我！快帮你们拉我一把！我不想死在这里！病毒潜伏期爆发了，刚才在外面被抓伤的人，现在开始集中尸变。在这种密闭、人员密集的小空间里尸变，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。不能贪心了，任何迟疑和圣母行为都是在给丧尸加餐，必须立刻撤退。别急了，让我过去！不想死的就给我让开！末世生存的第一法则，永远不要让自己陷入被包围的绝境，只有跑得够快，果断撤退，才能活下去。那些为了一个苹果互相踩踏的人，注定只能成为炮灰。今晚的重头戏现在才刚刚开始，对城市的封锁马上就要完成，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，搬空那个地下商超。对不住了，兄弟，为了大家能拿到物资，为了团队能活下去，只能牺牲你了。不，天哥，求求你别这样，我不想死，我还年轻，我把我的那份口粮都给你，行不行？口粮？里面有的是口粮，只要你把这些怪物引开，我们大家都能吃饱。你的牺牲是伟大的。天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再拖下去，别的队伍该来了。你们这群没人性的，你们会遭报应的。
啊！申啸天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丧尸被引开了，快走，去食品区抢吃的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这就是末世最真实的生存法则：弱肉强食。在没有绝对实力的团队里，弱者唯一的下场就是成为诱饵和口粮。哟，一个人瞎跑什么呢？连个队伍都没有，迟早被咬死。在这种地方，单打独斗就是找死，找个靠山加入队伍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哼，就是遇到怪物连个挡箭牌都没有。刚才那个男的虽然死了，但至少人家还有个团队，这女的一个人死定了。像我们这样躲在后面捡漏才是最聪明的。等那个申阳天把丧尸引走，我们也能跟着去拿点吃的。你个女人，我看你连个饼干渣都抢不到，把别人当靠山。刚才那个被当成诱饵撕成碎片的人也是这么想的。食品区虽然食物多，但都是些速食和零食，竞争激烈，还容易被丧尸包围。申啸天用人命帮我引开了丧尸主力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真正的高级战略物资全都在后勤仓库里。这种高级仓库的防盗门，如果没有密码，很难在短时间内强行破开。搞定，找到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。照这样下去，全市断电是必然的。没有电，人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，抽水马桶也会瘫痪。这几台发电机就是末世维持生命质量的绝对神器。那些人为了几包饼干在外面拼命，却不知道这里藏着能保命的底牌。一点残渣都不能留。今晚的收获足够我在末世建立一个绝对舒适的避难所了。天哥，快来！仓库在这边，门居然是开着的。太好了，食品区的东西根本不够分，这仓库里肯定有好东西。兄弟们，给我冲进去，能搬多少搬多少。来得真快，用兄弟的命换来的时间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这是谁干的？到底是谁捷足先登了？发电机呢？燃油呢？天哥，全没了，真的什么都没了。我们牺牲了小张引开丧尸，结果就抢到几包泡面。混蛋！要是让我抓到是谁干的，非扒了他的皮不可！拿人命当诱饵，最后落得一场空。慢慢享受你们的泡面吧。冰系异能者，前世这种级别的异能者，在末世后期可是称霸一方的霸主。真是天赐良机！现在监控被异能者破坏，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使用空间了。那些人只知道抢泡面和面包，他们根本不知道，极热天气一旦降临，没有洗护用品，人会馊得发臭，甚至感染疾病。特别是卫生巾，更是女人生存的必需品。多少女人为了一包卫生巾出卖自己，现在我要多少有多少。这些能维持人类体面和尊严的物资，在末世后期比黄金还要昂贵几百倍。末世生活太苦，没有盐分补充，会让人四肢无力。这些才是真正的灵魂物资。
丰收。沈小天，凭什么你一个人要拿3大包火腿肠和巧克力，我们只分到几包干脆面？刚才你把瘦子推出去做诱饵，你真够狠的！现在还想独吞物资？就是，瘦子死的那么惨，大家都出了力，凭什么你拿大头？把吃的交出来，不然今天大家谁也别想好过。都给我闭嘴！我是队长。要不是我当机立断把他推出去，你们现在早就被丧尸啃干净了。没有我，你们早死了。这食物是我应得的，谁敢上来抢，我现在就劈了谁，大不了一起死。为了一点可怜的素食自相残杀，连命都不要了。团队在末世里最不可靠的就是所谓的人性。光顾着内讧和抢银石，连这么重要的主食物资都不要了，真是蠢到家了。贼不走空，这种好东西留给他们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末世后期，这些细粮可是能换人命的硬通货。丧尸过来了，天哥救我啊！滚开，别抓着我！你这个笨蛋，放手！今晚的商超之行，我才是最大的赢家。有了这些物资，哪怕外面天翻地覆，我也能安安稳稳的活下去。必须抓紧时间了，再晚一点，这个街区就会被彻底封死。看来已经有人想进去了，但没能砸开这扇钢化玻璃。药品在末世是真正的第二条命，比食物还要珍贵。不对劲，这味道太浓了，里面绝对有高阶感染者。来得好，正好拿你们练练手。糟糕，给我滚开！武器到了极限，这4肢的武器根本承受不住高强度的战斗。去死吧！你也给我下去享福吧！末世里没有好武器果然不行，等安定下来，必须想办法弄点真正的冷兵器。这些才是今晚最大的目标。极寒天气下，感冒发烧是常态。这些消炎药和退烧药，随便拿出一盒，都能在末世换几个活人当奴隶。有了这些药，我生存的筹码又多了一重。大功告成，回家。终于回来了。今晚的搜国比想象中还要惊险，绝对安全了。从现在起，外面的世界才真正变成地狱。没有绝对的实力，谁也别想来敲我的门。真舒服，这灵泉水不仅能洗去疲惫，还能缓慢强化身体素质，这才是末世里最奢侈的享受。有了这些东西，无论外面是极寒还是极热，我都能舒舒服服的活下去。怎么突然这么热？给我滚开！这水是我的，谁敢抢我就弄死谁！我快渴死了！你别去，我已经1天没喝水了，给我喝！给我一口，救救我们！
这才是生活。苏远，你个死丫头死哪儿去了？给你发信息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，你是不有是事说事，没事挂了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命令你，现在立刻把家里所有的吃喝的全都给我带过来。我们在南区体育馆这边，快点儿！就是，姐姐，你还不赶紧过来伺候我们？爸和我都快渴死了，你磨磨蹭蹭的想干嘛？还不赶紧把水和食物送过来？让我带物资过去伺候你们，你们是不是脑子被高温烤坏了？还没认清现在的局势吗？现在是末世，不是你们耍威风的时候。苏远，这个贱人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是你爸，让你拿点东西过来，怎么了？你难不成还想自己独吞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半小时内不到，以后就别认我这个爹。那正好，我还真不想认。听好了，现在外面到处是吃人的丧尸，气温已经逼近50度。我劝你们最好待在原地，别乱跑，把门窗死死锁好。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不孝女，想找借口不管我们。随你怎么说。顺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你们心心念念的陆秀梅，昨天已经在小区楼下被丧尸活活咬死了，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。你说什么？秀梅死了？不可能！你居然敢咒你阿姨！爸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就是个自私鬼，故意编故事吓唬我们，想一个人霸占家里的房子和物资。我们别理他，等我们到了安全区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馋死他。苏云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回去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那就祝你们在外面活得长久一点，别死得太快。我已经尽到了最后的一丝提醒义务，我绝不会去救2个吸血鬼，你们在末世里自生自灭。还是这里的西瓜甜。接下来最缺的除了干净的水，就是燃料。没有汽油和柴油，发电机就是一堆废铁，必须赶在别人反应过来之前再多囤一点。女的死定了！这么多怪物，她一个人连跑都跑不到。想吃我，那就给你们加点料。真以为我是软柿子？享受你们的火葬吧。这是小家伙清楚，这就是惹我的下场。
收工。不仅拿了油，还顺手清理了垃圾。这是人吗？一个人不费吹灰之力，一把火团灭了几10个怪物。我刚才居然还嘲笑他，这女的简直是个杀神呢！能帮帮我们吗？我们已经饿了很久了，帮帮我们吧！给我一口水吧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所有人听好，从即刻起对收复区域实行统一的配给制，每天每人发放半块压缩饼干和200毫升饮用水。想吃饭的就去安全区登记干活，任何人都不得哄抢物资。紧急通知：由于不明宇宙射线影响，部分人群可能觉醒了特殊的超自然能力。官方呼吁所有异能觉醒者立刻前往医院登记，只要加入特勤队，即可享受最高级别的特殊物资待遇和单人套房。特殊待遇，单人套房。骗骗那些没经历过末世的新人还行，梦里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收编异能者的潜规则可是极其残酷，在我拥有绝对自保的实力之前，我绝不会向任何人暴露我拥有空间和绝对防御的底牌。还好我提前捡漏，搬空了那么多仓库和商超，现在官方入场全面封锁，以后再想大规模搜刮物资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趁着他们还没搜索到这片区域，必须立刻撤退。还是这里舒服。不知道这灵泉水加上黑土地能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？这生长速度也太夸张了吧，简直是神迹！看来极热天灾的极端环境刺激了我体内异能的爆发式增长，连带着空间的植物生长速度也发生了质的飞跃。有了这个外挂，以后我就能源源不断的吃上新鲜水果和蔬菜。在末世，这可是连官方高层都享受不到的顶级奢侈品。没有冰块降温，根本无法入睡。这10几台冰箱连轴转，足够我度过整个夏天。而且灵泉水冻成的冰融化后还能直接饮用，一举两得。刚才是不是听到对面8楼有空调外机运转的声音？我不会是出现幻听了吧？你做梦呢吧？全市早就停电了，哪来的空调？估计是哪个神经病在自己摇扇子吧。从最初的争吵到现在群里只剩下哀嚎，这才2周，人的底线就全没了。5万块换泡面，在末世连擦屁股都嫌硬，真是讽刺。苏雨，你在里面吗？求求你开开门。有事儿。苏雨，大家都是熟人，我组织了一个小队，准备明早拼死出去找物资。你身手好，希望能加入我们，只要合作，一定能活下去。哟，浩哥亲自来请，这女的装什么清高呢？连门都不敢开，估计早就饿得没力气了。就是一个女人在末世能撑几天？拒绝浩哥，我看她迟早渴死在里面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苏雨，你听到了吗？现在单打独斗只有死路一条，
团队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只要你加入，找到的物资你拿大头。团队在末世，组队往往意味着背后捅刀。申啸天那个队伍的下场，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不需要，你们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我好心好意来请你，别逼我重复第2遍，别来沾边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哼，跟你们组队，我脑子又没进水，怕到时候我连物资都分不到，小命还不保。虽然生长速度快，但这6块黑土地的面积还是太小了。我能感觉到，这黑土地除了加速植物生长，还需要更多高级的变异养分，才能升级扩建。必须找到更高级的种子，甚至是变异植物。预知梦里提到过，城市边缘的农科院老市场曾是官方培育变异种子的秘密基地。那里的种子绝对能让空间产生质的飞跃。为了获取更高级的种子，哪怕外面是极热地狱，我也必须冒这个险。风险越大，回报越大。这里安静的有些反常，连普通的游荡丧尸都没有。找到了，就是这个。极度危险，有高阶怪物，2阶，甚至是3阶的变异种。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2阶，甚至是3阶的变异种。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绝对不能转身逃跑，把后背留给这种速度型变异种，半秒内就会被切成碎片。只能正面对抗，寻找一击必杀的机会。来呀！抓到你了，去死吧！赢了，是我赢了。用重伤换来的第1份高级暴利品，绝对物超所值，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血腥味会引来麻烦。必须立刻止血，抗生素，还有绷带。根据梦境记忆，异能者可以直接吸收变异丧尸脑中击出的晶核，提升实力。成败在此一举。突破了！原本停滞在1阶的异能，竟然直接突破到了2阶。这晶核的恢复能力简直逆天，受这么重的伤，居然这么快就能愈合。这生长速度，这果实的质量，晶核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有了2阶异能和这些源源不断的高级变异蔬菜，在这个末世，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。是时候回安全屋，好好吃一顿大餐庆祝了。好甜，这口感比极寒天灾前那些顶级有机蔬菜还要好上100倍。爽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是谁？到底是谁在煮肉？我闻到了火锅的味道！天哪，我受不了了！给我一口汤喝吧，求求了！我拿我老婆的金项链换。求求大佬赏我一口汤喝吧！
就是这间，苏允，我知道你在里面煮火锅，开门！大家都是邻居，你不能自己吃独食，你赶紧拿出来分给大家。开门啊！你一个人吃独食不怕遭报应啊！快开门！你想把大家馋死吗？我倒觉得你们现在这副饿疯了的样子，才是真正的报。上周2楼王奶奶断粮3天，跪在你们家门口求一口剩饭，你们谁开过门？前几天单元门被丧尸撞开，我拼着命把铁门焊死，你们谁递过一根吊桥？再敢拍一下门，再敢喊一声，我就打开门，把你们一个个扔到楼下去。楼下那些饿了好几天的丧尸，肯定很欢迎你们这些送上门的点心。你敢杀人？你敢杀人？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在这个吃人的末世，杀几个只会道德绑架的人渣，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生气什么？等你把这些吃的吃完了，看你还能嚣张多久吗？我们会把你的门砸开，把东西都抢光，让你也尝尝饿肚子的滋味儿。看来以后还是待在空间吃东西吧。苏允最新内部消息，明早6点会在市中心人民广场空投救援物资。我组织了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，加上你，我们一定能抢到大头。只要干成这一票，我们半个月都不愁吃了。空投物资，那种没有人看守，直接扔在广场上的物资，是吸引全城丧尸和抱腿的超级诱饵。去了不一定回得来，而且我空间里的顶级物资吃几辈子都吃不完，我还要去跟他们抢，脑子有病。这骨刃坚硬程度堪比顶级航空钢材，边缘极其锋利，甚至带着倒刺。那把绑着西瓜刀的简易长矛已经彻底报废了，我必须用这些骨刃对自己进行一次彻底的武器升级。角度必须完美，这样刺入丧尸身体后才能造成恐怖的撕裂伤害。好刀，有了这把神兵利器，2阶以下的变异种在我面前就是切瓜砍菜，接下来的猎杀就是我的主场了。老大，这变异种力量太大了，我的防御盾根撑不住，我体内的异能已经快耗干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全都要死在这里。快呼叫支援吧！闭嘴！呼叫支援，功劳就全被别人抢走了，给我顶住！这可是保留了意识的高级进化种，他们脑子里的精致能换半年的高级物资，能让我们在内城买套房子。可是他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根本打不中，兄弟们已经伤了2个了。今天谁要是敢后退一步，回去我直接逃兵处置毙了他！废物，集中火力打那个老的，老的死了，小的自然会发疯露出破绽，全体都有，贯穿甲弹，开枪！走，别管我！你快跑，活着出去！这些人果然毫无底线，为了抢夺高阶晶核，连这种牵制弱点的方法都用得出来。不过高级变异种的晶核确实诱人，里面的能量比普通丧尸高出10倍不止。让他们先打，等他们异能量尽、弹尽粮穷，我再出去收拾残局。末世最忌讳的就是冲动。他没力气了，你已经耗尽了，给我上！抓活的！我要亲手挖出他的晶核！你是什么人？没长眼吗？敢抢我们的猎物？你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？你们的猎物？这变异种身上刻了你的名字吗？哪来的野丫头？别不知好歹！现在马上滚开，我还能当没看见你？废话真多。不然连你一起杀，我们杀你跟踩死蚂蚁一样简单。
给我把他一起干掉！动手！还不滚？等我送你们上路吗？你给我等着！我数3兽，我们不会放过你的！撤！快撤！我不杀你，带着他走，别再被抓到了。今天就当结个善缘，高阶晶核以后有的是机会拿。刚才那个变异种的速度提醒了我，我现在的体能还远远不够，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实战能力。如果不提升体能，遇到真正的3阶甚至4阶怪物，我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必须马上找个地方进行特训。刚才的战斗让我看清了短板，虽然有空间和骨刃，在绝对的力量和速度面前，我的实战体能依然不行。一旦被近身，很可能会被高阶变异种一招秒杀。要想不成为别人的猎物，就必须对自己狠一点。趁着现在还有时间，必须把体能拉到极限。器械够了，接下来的日子没有休息。再来一组，给我起！这点重量都扛不住，以后怎么和那些怪物拼命？98、99、100，速度还要再快，再快一点！如果连跑都跑不过丧尸，有再多物资也是死路一条。出枪要准，要狠，每一击都必须直奔要害。这灵泉水加上异能的修复力，确实能让我不断打破身体的极限。这半个月的苦练没有白费。现在再遇到那个小队，我不需要偷袭也能在10秒内杀光他们。力量和速度都已经提升了一个档次。空间里的蔬菜粮食虽然多，但速冻肉总有吃完的天。必须去乡下弄点活物，在空间里搞个养殖场，实现肉类自由。正门走不通，那就走旁边，没必要跟他们起冲突，浪费子弹。许家村，希望你们那里还有活着的家禽，只要能拿到活物，付出点粮食，完全值得。这车看着真结实，里面肯定装了不少吃的。城里人现在都往乡下跑，这可是个肥羊。管他是谁，赶进村就抢了他。咱们村自己都快断粮了，不能放过这块嘴边的肉。你是这里的村长吧？我来做笔交易。丫头，现在这世道，我们村自己都吃不饱，没东西给你换，你赶紧走吧，别惹麻烦。我这帮村民饿急了眼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别急着拒绝。先看看我的筹码，你们绝对会感兴趣的。白面、大米，我天，这么多，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去？村长，是粮食，活命的粮食啊！你想换什么？只要我们村里有的，你随便挑。活物，鸡鸭鹅猪，只要是活的，能喘气儿的，我都要，死的一概不要。这村里确实还有点活物，那是留着救命的。这粮食，老人家，极热天气下没有水，你们那些家群活不过3天，最后只能变成死肉。用快渴死的家群换能救全村人命的白面和大米，这笔账不用我教你算吧？这些粮食够你们全村喝1个月粥了。好，换了。大猪，去把后院那几只鸡鸭，还有那头老母猪牵过来，别让它等急了。村长，
这女的就一个人，咱们干脆把车和粮食都抢了，活物也留下。这年头谁还讲规矩？闭嘴！你瞎了吗？你看她拿刀的手势，还有那眼神，是好惹的吗？能一个人开着车在外面乱跑的女人，手里绝对见过血。你想死别拉上全村，赶紧把活物给她装上。粮食活物归我，交易完成，2清。如果谁想动歪主意，我不介意让你们村今天办几场丧事。合作愉快。终于弄到活物了，这些村民还算有点脑子，没有动手。空间生态循环的最后一块拼铺补齐了，接下来就等他们繁衍生息。我不光有新鲜蔬菜，以后在空间里还有源源不断的肉食。末世求生，物资储备永远不嫌多。喂，那女的先别走，停下！还有事儿？你副驾驶上那把刀，我看上了，一把好武器等于多条命。我用半扇刚杀的猪肉跟你换，这可是新鲜肉，够你吃1个月的了。你别不知足。这村长儿子真大方，半扇猪肉换一把破刀。这女的还不赶紧答应？现在猪肉多金贵啊，能换几10把菜刀了。就是一个女人拿这么好的刀有什么用？遇到丧尸还不是吓得腿软。好刀在她手里也是浪费，不如换点肉做个饱鬼。等她饿得没力气了，连刀都举不起来。半扇猪肉换一把我随手做的边角料匕首，这村长儿子真是个冤大头。在末世，这种自作聪明的贪婪只会让他死得更快。这可是我防身的家伙，半扇猪肉太少了，至少再加2条后腿，不然我不换。行，2条后腿就2条后腿，去把肉扛过来。今天老子算是赚大了。刀归你，肉归我，以后别来找我。哈哈，有了这把刀，老子以后在这一片横着走，算你识相。活物有了，肉也有了，这波血赚。那些村民自以为占了便宜，却不知道那把匕首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那些人以为我亏了，在末世，信息差才是最致命的。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，我拥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空间，真香。我终于彻底实现了吃肉自由，每天不用再啃那些发柴的速冻肉了。这干粮硬的跟石头一样，咬都咬不动。知足吧，再过几天连干粮都没了，也不知道那女的拿了半扇猪肉能在外面活几天。月月，我不行了。爸，这死丫头的门怎么锁得这么死？大型的安全点根本不收我们，物资也被抢光了，我们只能指望她了。爸，你撑住，这门肯定是苏颖从里面反锁的，她一定在里面。今天非把这门撬开不可，里面肯定有水，只要进了门，这房子就是我们的。在外面活不下去，又跑回来吸我的血，做梦！之前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，我可是一笔一笔都记在心里。别白费力气了，那锁你撬不开。姐，你在里面对不对？快开门啊！我和爸快渴死了！你是不是有水？快给我水！我以前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苏远，你亲爹在外面快热死了，你就在里面躲着，还不赶紧开门让我进去？你想饿死我吗？这房子是我和你妈买的。我这里没有多余的食物和水，你们去别处找吧。你放屁！我有权利住进去，你赶紧给我开门，不然我砸了这破门，让全楼的人都知道你是个不孝女。砸门？好啊，你砸一个试试。不过我提醒你，这门里装了高压电网，你可以用你的手试试它的威力，我不介意帮你们收尸。哼。真吵，
隔音效果还是差了点，下次得再加一层隔音棉。你这个不孝女，你连亲爹都不管，你丧尽天良，你迟早遭报应。你妈在天之灵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姐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快死了，给我一口水吧，只要一口就行。大家快来看啊！我不活了！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，现在霸占了我的房子，眼睁睁看着我和她妹妹在外面饿死渴死啊！这世界上还有没有天评理啊？现在的小姑娘心真狠，亲爹和亲妹妹都能眼睁睁看着饿死在门口，自己一个人躲在里面吃独食，也不怕撑死。就是，就算只有一口吃的，也该先分给长辈啊！这种不孝女，放在以前是要被戳断脊梁骨的。老哥，你们也挺可怜的，养出这么个白眼狼。老天爷啊！你睁开眼看看吧，降到雷劈死他吧！我不活了！想用道德绑架我，那就给你们加点猛料。肉，这是肉的味道！天哪，是炖牛肉！我多久没闻过肉味了？好香，受不了了，给我一口就一口！这8楼居然还有肉吃！牛肉，姐，你在吃牛肉！求求你了，给我一块肉吧，一块就行！我给你磕头了，我再不骂你了！出云，你自己在里面吃肉，让我们在外面闻味道！你赶紧给我一块肉啊！骂吧，接着骂，看是你们的嘴硬还是我牛肉面香？刚才不是还骂我不孝吗？现在怎么开始要饭了？这些邻居也是爱管闲事，自己饿得半死，还要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别人。现在闻到肉味，伪善的面具瞬间就撕破了。苏雨妹子，我们刚才说错话了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分我们一点汤也行啊！我们真的快饿死了。末世里，同情心是最廉价的垃圾。吃的，给我吃的！把你的包给我，里面肯定有水，快给我！滚开！啊！我的肚子！你敢打你妹妹，你简直不是人！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我跟你拼了，就算死也要拉你垫背！念在你生我一场，我不会杀你。但这不代表我会任由你们欺负。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把你们打晕，扔在楼道里。外面的丧尸会不会吃你，就看老天爷的意思了。你敢？你这是不孝，你会遭天谴的。末世3个月，饿死的、被丧尸咬死的、被人抢光东西打死的，加起来有几10万人。你见老天爷谴过谁？现在能活着的，都是手里沾过血、脚下踩过尸的。你跟我讲孝道，不如去跟楼下的丧尸讲，你不得好死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们说话，也是最后一次提醒你们。14楼的赵家豪不是什么好人，他手里有枪，手下养着10几个亡命徒。凡是主动去投靠他的女人，没有一个能活过3天。男人要么被他当炮灰去挡丧尸，要么被他打断腿扔出去当诱饵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尽管去试试。但我把话放在这里，今日起，你们跟我再无瓜葛，就算跪在我家门口磕破头，我也不会开一次门，不会再给你们一口水、一粒粮，好自为之。白眼狼，白养你这么大，连点吃的都不给，你这种人活该在末世被丧尸咬死。爸，别听他吓唬人，他就是怕我们找到了靠山，以后报复他。他越是不让我们去，我们就偏要去14楼。赵家豪手里肯定有吃的。这小区里也就14楼那帮人手里有枪有粮。走，我们去投靠他们。只要我出卖点情报，说不定还能混个小头目。等站稳了脚跟儿，再回来收拾他。我要让他跪着求我们。良言难劝该死鬼，我好心提醒一句，你们非要当成耳旁风。14楼那个赵家豪可是出了名的吃人不吐骨头，落在他手里，连死都是一种奢望。既然你们自己选择了地狱，那我就不送了。以后我们再无任何关系。
这里比我预想的还要安静。果然，末世里最安全的地方，永远是那些普通人住不起的地方。收集零件不急于一时，这几天被那对父女吵得心烦，今天难得找地方清静，给自己放个假，调整一下状态。末世里，心态比什么都重要，弦绷得太紧，迟早会断。真舒服，洗去一身暑气，感觉疲惫全消。外面的气温越来越高了，估计快突破55度了。如果一直待在外面，迟早会被烤干。还好有这个空间作为最后的退路。外焦里嫩，这才是生活。如果让外面那些人看到我现在的日子，估计会嫉妒的发疯吧。在末世能吃上一口热热的牛排，比登天还难。我的，这是我先看到的，谁敢抢我杀了他！我都渴了2天了。给我喝一口，我拿命跟你换！我的孩子还在家里等水救命，放手！你这个强盗！起开！你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现在这个情况，谁管谁啊？外面人为了活下去，已经连最后的人性都抛弃了，没有实力，就只能做被人踩在脚底下的泥巴。休息结束，明天继续出门搜集物资。我的目标不仅仅是活着，还要成为这个末世的规则制定者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再往前走一步，老子打断你们的腿！这里是豪哥的地盘，要饭气不想死就滚！几位大哥，别误会，我们是来投靠豪哥的，我们愿意干活，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，只要给口吃的就行。投靠我？我这里不养闲人。你们2个一看就是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，能干什么？浪费粮食吗？豪哥，只要你肯收留我们，让我干什么都行，我什么都会，洗衣做饭都能做。我会洗衣做饭，还能伺候人，我保证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。哦，什么都听我的，行啊，只要你把我伺候高兴了，别说一口水，每天的口粮我都包了。要是伺候不好，我就把你扔出去喂外面的丧尸。谢谢豪哥，我一定好好伺候您，绝不让您失望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豪哥，以后月月就是您的人了，您可得多多关照。我这个当爹的绝对不给您添麻烦，只要给口剩饭就行。您可得多多关照啊！好说，既然是一家人了，那就进来吧。苏韵还骗我们说这里危险，等月月把豪哥迷住了，拿到了物资，看我怎么回去收拾他。到时候我非找几个人把他的防盗门砸烂不可，这房子迟早是我的。豪哥，你弄疼我了，怎么突然发火了？不是说好的一家人吗？装什么？一家人？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？给我老实点儿！你干什么？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，豪哥！你刚才不是说我们是一家人吗？你不能这样！我说什么了？在我地盘上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，连你们自己都是。你这块破表就能换半块饼干，还想吃白食？把这个老人家扔到最里面的杂物间去，让他每天负责清理兄弟们的排泄壁。敢偷懒就打断他的腿！每天只给半口水，别让他死了就行。好嘞，豪哥，走吧，老人家，别磨蹭，这里可不是你养老的地方。月月，救我！豪哥，我错了，别把我关进去，我会憋死的。我把手表都给你。放开我！我不干了，我要回家！我不在你这儿待了，你这个魔鬼！现在想走，晚了。既然送上门了，就给我好好伺候着。今天就让你知道这14楼的规矩。别装死，带上你女儿，给老子走在最前面探路。豪哥，
这里边黑咕隆咚的，肯定有丧尸啊！我这把老骨头进去就是送死，您行行好，换个人去吧。不去，行啊，啊，我现在就给你放血！不干活留着你们有什么用？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真当自己是来享福的？豪哥，我也要去吗？我好怕黑。少跟我发嗲，你也一起去，敢后退一步，老子打断你们的腿！快点走！要是发现好东西，豪哥心情好，还能赏你们一口水喝。极热过后就是极寒，必须提前备好御寒物资。这里还没被人动过。保暖内衣和睡袋也不能漏下。看来1楼出事了，趁着他们吸引注意力，我得抓紧时间把这里搬空。月月，你看着点后面，我总感觉有东西盯着我们。你别吓我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哎呀，操！丧尸！有丧尸！救命啊！好救命啊！浩哥，仓库里有大群丧尸，怎么办？真晦气，这2个人把丧尸窝给捅了。撤，快撤！浩哥，别丢下我们！开门啊！救命啊！我还不想死！开门！看吧，这就是给恶霸当走狗的下场。平时在小区里仗着赵家豪的事儿作威作福，现在用完就扔。快走快走，等丧尸吃完他们，就该轮到我们了。之前你们算计我，想让我死在外面，现在你们自己被锁在门内，一切都是咎由自取。这里的物资收集的差不多了，该换个地方了。走开！别过来！月月，快帮我挡住他们！啊！我的腿，痛死我了！月月，救我！拉我一把！我是你亲爹呀！你不能丢下我！爸，你放手！你已经被咬了，没救了！你别连累我，放手啊！苏月，你会遭报应的！我不能死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等我回去了，豪哥一定会保护我的。这就是你最疼爱的小女儿，大难临头，她连1秒钟的犹豫都没有。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，我得赶紧离开，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极寒快来了，我得抓紧时间回安全屋准备。什么味道这么臭？你怎么活着回来了？那个老骨头呢？豪哥，我爸他被丧尸吃掉了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。豪哥，你一定要保护我。保护你？你爸死了，你连探路的作用都没了。你以为我这里是收容所吗？豪哥，你昨天不是说我伺候的好就养我吗？我可以继续伺候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干。豪哥让你走没听到吗？再不走，把你从14楼扔下去！
求求你了，外面那么热，我会死的。水，给我一口水，我不想死。如果当初没有惹苏云，如果留在8楼，是不是就不会死了？极热天灾快结束了，温度已经到了极限，等挺过这几天，就是极寒了。前世的账，今天算是彻底清了。金河滋养过的黑土地果然不一样，这一批大米和海鲜长得真快。极寒马上就要来了，气温会降到零下80度，多做点高燃量的食物备着，省得到时候还要在空间里现做。他居然在吃海鲜，那么大个的螃蟹，我都半个月没吃过1粒米了，我连树皮都啃不到了。这女人到底哪来这么多好东西？凭什么我们在吃土，她在吃海鲜大餐？老天爷不长眼啊！别看了，越看越饿。这栋楼里的人死的都差不多了，就他活得最滋润。现在吃的这么好，也不怕撑死。等物资吃完了，看他怎么哭。我就不信他能吃一辈子。就是，末世里还敢这么招摇，迟早被人盯上抢光。这种人活不长，大家忍一忍，等他死了，我们就去分他的东西。防盗门上的高压电网还通着电，如果有人想来试试运气，我随时欢迎。最高级别警报！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沙尘暴即将席卷本市，预计黄沙将淹没3层以下建筑，并伴随剧烈降温。请所有幸存者在48小时内转移至海拔2400米的龙头山避难所。重复，带好仅存的物资，立刻转移。快跑！沙尘暴来了！把车钥匙给我！放开我！别抢我的水！这是我最后半瓶水了，救命啊！特大沙尘暴伴随剧烈降温，极寒终于要来了。龙头山避难所人多眼杂，物资需要统一配给。跟着大部队走，不仅要上交物资，还要防备被同类算计。黄沙会掩埋低层，8楼虽然安全，但极寒温度太低，这房子保暖性不够。留在这里只能等死。这门可是好东西，以后用得上。沙尘暴过后，城市边缘会有变异动植物出现，那是晶核的来源，也是提升异能的关键。这满城的风沙是最好的掩护，也是出去狩猎的最佳时机。这么高的地方怎么会有声音？难道是变异飞禽？暗红色的眼睛，是老市场那个变异种。这种级别的高阶变异种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老市场肯定发生了什么，难道动用了重火力？他居然还记得来找我求救，看来高级变异种的智商确实不弱。
救不救？高阶变异种是个麻烦，但如果能控制住，在极寒天气里，它绝对是个强大的战力。而且，我苏云也不是什么善茬，想要我的命，也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看来暂时还离不开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更何况是只丧尸。敢有变动，我马上取了你的金盒。2个火柴人，1个倒下了，火。你的同伴那个老的被困在老市场了。老变异种脑子里有更高阶的晶核，你留在这里养伤，我去老市场看看。如果我回来发现你跑了，天涯海角我也会杀了你。防守这么严密，看来官方对这只变异种势在必得。报告队长，外围没有发现异常，沙尘暴马上就要来了，能见度在下降。继续保持警戒，这可是4阶变异种，要是让它跑了，上面怪罪下来，我们全都要掉脑袋。空中侦察加地毯式巡逻，这小队的配置确实不低。找到了。别挣扎了，你的体力已经耗尽了，把晶核交出来吧。队长说了，拿到这颗高阶晶核，大家都有重赏。这颗晶核足够让我们在内城买套别墅了，加把劲儿！我的异能快耗干了，火系，你再加点温度，烧光它！王墙要裂了，快来人帮我顶住！废物，连个半死的老怪物都困不住！这老爷子的生命力真是顽强，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撑这么久。快了，等视线被彻底遮蔽的那一刻，就是出手的时机。今晚这只变异种，我待定了，谁也别想抢走。眼睛睁不开，队长怎么办？稳住！突袭异能者，快建防风墙！就是现在！各小队注意，包围圈收紧，今天必须拿下目标！他居然扯断了高强度锁链，跑出来了！蠢货，这不是送死吗？还有一只，哈哈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！给我把这只小的也围起来！今天我们要双丰收！完美的前行计划全被打乱了。该死！是谁？啊！我的眼睛，我看不见了！有埋伏，全体警戒！不想出事，就跟我走。官方的火力太猛，里面那个老家伙救不出来了。老怪物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乖乖倒下吧，你的晶核是我的了。别管那只小的了，先把这只老的宰了。谁拿到4阶晶核，谁就能去内享受。这老怪物明明已经不行了，还在死撑，他是在用命给我们拖延撤退的时间。在末世，
人类为了半块饼干都能父女相残，这两个变异种之间居然还有这种羁绊。被发现了。他在求我带那个小的走。他放弃抵抗了，给我倒下！你想干什么？你疯了！你想这颗金核买命，买那个小变异种的命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他不惹事，我会保他活下去。他在那里，别让他跑了，快！还有自爆，快退，快开护盾！别去送死，走。这颗晶核蕴含的能量太恐怖了，比之前吸收的那颗强了10倍不止。如果不尽快吸收，等极寒彻底降临，我可能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。来吧，撑住，必须撑住！骨骼在重组，经脉在被撕裂。如果现在放弃，就会爆体而亡。我绝对不能死在这里！成功了，异能突破3阶了。不仅仅是物理防御，这层防护罩甚至能反弹低阶的异能伤害。有了这个，以后遇到普通的异能者，我连手都不用动。他感应到变异种之间的感应比人类的血缘还要敏锐，如果不让他发泄出来，他会彻底崩裂。这房子还要住人，你最好收敛一点。我说了，安静。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个成年体型的变异种，心智似乎停留在了10几岁的懵懂阶段，而且他身上并没有那种吃过人肉的腐臭味。看来那个老的把他保护得很好，一直没让他接触过人类的血肉。必须测试一下他的食性，如果他只吃人肉，我只能现在就杀了他。原来喜欢吃这个，太好了。他吃普通食物，这就好办多了。生鸡蛋容易保存，空间里囤了好几箱，足够他吃很久。听着，那个老家伙把金核给了我，把你托付给我。从今天起，你的名字就叫月牙。对，月牙，这是你的新名字。我跟你约法3章：第一，绝对不能乱杀普通人，除非他们先动手要杀我们；第二，不能碰我空间里的东西，更不能偷偷进我的房间；第三，永远不能背叛我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遵守这3条规矩，我保证你每天都有喝不完的鸡蛋，还有牛奶、面包、火腿肠，想吃什么都有，绝不会让你饿肚子。但如果你敢违反任何一条，或者背叛我，我会亲手扭断你的脖子。就算那个老家伙从坟墓里爬出来，也救不了你，明白吗？姐姐，行吧，随你怎么叫。好了，吃饱了就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有大事要做。一个3阶空间异能者，加上一个拥有恐怖速度的高阶变异种，这个末世里最强悍的战斗组合正式结成。接下来该去会会避难所那些人了。苏云，你我知道你在里面，赶紧把门打开，把吃的全交出来。成哥，他肯定藏了不少好东西，等砸开门，先让兄弟们饱餐一顿。
吃的要，人我也要。这小娘们长得水灵，今天晚上让兄弟们好好爽爽。苏云，你听到了吗？再不开门，等老子进去弄死你！平时装清高，这下被那伙人盯上了吧？活该他倒霉。就是前几天吃海鲜那么嚣张，连口汤都分给我们。这下好了，要被李成他们连皮带骨吞了。等李成他们吃饱了，说不定心情好，还能分我们点他剩下的残羹菜缸。看来是撑不住了。极热天灾把这些人的最后一点人皮都扒下来了，饿疯了的狗终于忍不住要咬人了。有人想杀你姐姐，抢你的鸡蛋，你觉得该怎么办？死！哈哈，小娘们儿，你的死期到了，吃的在哪儿？啊！我的手，怪物，有怪物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救命啊！我说过，欢迎来世。杀人了！他养了怪物！快门！别让这就是末世，没有实力，连活下去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些说风凉话的废物，连当炮灰的价值都没有。3阶异能带来的空间扩容果然显著，这片水洼正好可以用来养些水生蔬菜。作物的成熟周期缩短了一半，这简直是末世里最大的作弊器。官方的沙尘暴预警已经发了，接下来所有人都要去避难所过集体生活。避难所里人多眼杂，绝对不能拿出太扎眼的物资。在避难所那种每天只能喝1碗稀粥的地方，这些不起眼的根干类植物将成为比黄金还要硬的通线。大米和海鲜只能自己偷偷吃，红薯却能用来换取我需要的情报和资源。好好长漂，你们可是我以后的肉食保障。外界即将变成人间炼狱，而我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绝对自给自足的生态堡垒。有了这个空间，再加上3阶异能和月牙，我不仅能在避难所里低调发育，甚至有足够的资本暗中掌控局势，谁也别想再支配我的命运。物资准备完毕，接下来该去迎接那场席卷全城的沙尘暴了，去看看避难所到底是个什么光景。官方的救援车队停在几公里外的明珠中学广场。带着一个月牙这种成年男性体型的变异种混入人群，风险极高，必须伪装。把背弯下来一点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一个生病畏寒的家属，没有我的命令，绝对不能出声，更不能动手。别动！忘了我刚才说的规矩了吗？几只低阶丧尸而已，还轮不到你出手。
跟紧我。快到了，前面就是集合点。排好队，不要拥挤，上车前必须接受检查，有伤口的自觉站出来。让我先上，我快冻死了！退回去，再敢扰乱秩序，直接取消登车资格。官方的手段越来越强硬了，这只是去避难所的第一步，到了那里，规矩只会更森严。他怎么包得这么严实？把围巾摘下来看看。长官，我弟弟他得了重感冒，发高烧，怕风吹。这沙尘暴这么大，一吹风病情就更严重了。您看，他身上没有伤口。行吧，既然没外伤，就赶紧上车，别在下面磨蹭。多谢长官。好冷，这得有零下10几度了吧？我好饿，谁有吃的，给我一口吧。包里放了几瓶汽油和干粮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但这在别人眼里就是救命的宝贝。拿开你的脏手！怎么回事？谁在闹事？长官，救命啊！那个恶婆娘打人，她想把我踹下车摔死我，你们快把她抓起来！你为什么打人？避难所规定，竞随者之间严峻私斗。他偷我的物资包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偷你东西了？我就是不小心碰了一下。长官，你别听他血口喷人，他就是想独占那个角落的位置。碰了一下，哼。这里面有3瓶汽油和2包压缩饼干。在末世，偷窃救命物资等于谋杀。长官，我没当场杀了他，已经算是遵守规矩了。敢在车上偷东西，你胆子不小！长官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是太饿了。搜身！偷物资未遂，没收全部个人物资作为惩罚。再有下次，直接击毙扔下车，滚回车厢里去。杀鸡儆猴，这下应该能安静到避难所了。对付这些贱骨头，讲道理没用，只有拳头和规矩最管用。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吧，外面太冷了，我会冻死的。这是我的地盘，滚开！在这里，避难所内部货币星币才是唯一的通行证，没有星币就只能在外面等死，或者进去当最底层的苦力。身份登记，物资上缴，所有食物和燃料必须全部换成星币。3包方便面，2个馒头，一共可以换5个星币。麻烦问一下，房屋租赁处在哪儿？租房？那可是很贵的，5个星币最多只能去大通铺租个下铺。多谢。想租什么样的？大通铺1星币1天，男女混住，先交钱后入住。地下室3星币，不透风不漏水，能挡丧尸。别的没有，没钱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独院房，带独立小院子，通水空电，有独立供暖和卫生间的那种。哎呦，贵客！贵客，有！占山腰正好有一套刚空下来的独宗小院，视野绝佳，背靠山体，3面都有铁丝网防护，绝对安全。水电都是单独的线路，24小时不断。您稍等，我这就给您办手续，钥匙马上给您。这抗生素，您真是太客气了。现在这东西可是比黄金还珍贵啊！别废话，现在就带我们去。这是我先占的！滚开！我要冻死了！以后这里就是我们在避难所的落脚点了。
有能力在末世里享受生活，这才是囤积物资和提升实力的真正意义。极寒天气下，水源全部冻结，避难所几十万人，饮用水是最紧缺的资源。姓名、年龄、什么异能？苏允，水系。水系？你确定？苏小姐，请您展示一下。纯净水，没有任何污染的纯净水。报告总部，账目处发现一名珍贵的水系异能者，快派专车过来接人。苏小姐，这是您的 S 级通行证，以后您的工作就是每天往水库里注水2小时，剩下的时间您可以自由支配，每个月还能领到最高级别的物资配品。谢谢主管。每天只需要在水库里放点空间里的井水，就能换来避难所最高级别的待遇。这伪装身份太划算了。现在我不仅有了安全的住处，还有了合法的绑布伞。接下来就该利用这个身份，慢慢摸清这个避难所的底细了。前世我在避难所的最底层苟延残喘，这一世我要成为站在最高处的人。1/10的灵泉水，足够应付这1吨的供水量了。在避难所这种地方，表现得太强，反而会被高层当成血包。苏允，你今天又超负荷供水了，快喝口水歇会儿。你是我们水库的宝贝，可千万别累垮了。谢谢月南姐，我还撑得住，外面那么多人等着喝水呢。哎，怎么搞的？今天 A 区的水怎么这么慢？老子洗澡都没水了！你们这些水系异能者是不是在偷懒？这位先生，请你注意态度，水库的供水是按计划配给的，今天的水量已经全部发放完毕。少废话！他不是水系异能者吗？让他现在就给我放1桶水出来，不然老子砸了你们这破前台！避难所第15条规定，严禁在核心工作区闹事，你敢动一下手，我立刻叫人了。不仅取消你 A 区的居住资格，还要扣除你当日所有星币。算你狠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干练，嫉恶如仇，而且很懂规矩。有他在前面挡着，我在水库的日子会清静很多。老板，这收音机还能用，换半个馒头行不行？一边去！这破烂玩意儿现在谁还要？根据预知梦境，沙尘暴之后，紧接着就是席卷全球的极寒和特大暴雨，到时候连着海拔4000米的龙头山也会被彻底淹没，必须提前做好长远打算。这位小姐眼生啊，想看点什么？我们这里有避难所最好的武器和防具。那台雪地摩托，还有旁边的极寒潜水服，怎么卖？小姐好眼光，那可是货真价实的，能抵御零下80度的极寒。不过这价格嘛，雪地摩托1万星币，潜水服3000星币一套。高强度充气皮筏艇呢？皮筏艇便宜点，2000星币一艘。您要是全要，我可以给您打个95折。我随便看看。动辄几万星币，靠我在水储每天10个星币的工资，干到死也买不起一辆雪地摩托。时间不多了，我必须尽快找到一条能在避难所里疯狂捞金的捷径。只有拿到这些装备，在接下来的极寒和暴雨中，我才能拥有绝对的机动性和生存权。农职员，避难所里最赚钱的部门，因为极度缺水和缺乏光照，农作物产量极低。那边开出了高额悬赏，鼓励水系和木系异能者合作催生。木系异能者催生植物，水系异能者提供水源。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提款机。明天就去农职园碰碰运气。捞金计划正式开始。快
快加水！这批红薯要是死了，上面可是要罚我的。木系异能者呢？赶紧催生啊！主管，不是我们不出力，是水太少了。这鬼天气，植物根本吸收不到水分，我异能耗干了也催生不出来啊！避难所的水源有限，我能调来的就这么多了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红姐，我是新调来的水系异能者苏允，我来配合你。妹子，看你这柔弱的样子，能行吗？这可是个苦差事，水供不上，咱俩都要受罚。试试就知道了。红姐，你准备催生吧。不行，泥土太干了，水，快加水！空间灵泉水，这怎么可能？产量翻了3倍不止！我的异能什么时候这么强了？我的天，那是变异品种吗？长得也太快了吧！红姐，幸不辱命，妹子。你简直是我的福星！你的水系异能纯度太高了，妹子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亲妹妹。官方给我的催生提成，我每天分你1半，绝不让你吃亏。谢谢红姐，不仅每天能额外赚取几10个新币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成功打入了避难所的粮食核心区，接下来就是真正的收获时刻。老李，这是我妹子苏允。以后她负责这片区域的供水，你们多照应着点儿。红姐的妹子就是自己人，放心吧。苏允啊，随便进出，别客气。权限到手了，这才是我的真正目的。高产种子到手。站住！这里是官方重点培育区。闲杂人等禁止入内。我是来供水的，周红姐让我来的。这片药材要是旱死了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进去吧，动作快点，别乱碰里面的东西。明白。好东西，在缺医少药的末世后期。这些药材将成为最大的筹码和保命底牌。搞定！在外界极难成成的药材，在我的空间里就是杂草，尽情生长吧。这些都是我未来在避难所里呼风唤雨的资本。有了高级种子和药材，捞金计划进行的比想象中还要顺利。等攒够了钱，就去把那些极寒装备全部买下来。天灾来了！月牙，快把那边的实木衣柜推过来，堵住门！还有那边，把桌子叠起来！好险，幸亏当时花重金租了这套半山腰的独院房。如果是住在底层的铁皮房里，现在已经被吹上天了。孩子，你们在哪儿？这就是末世，天灾面前，人命比纸还薄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会让避难所的物资更加管缺，底层区更是会变成人间炼狱。明天天亮后，避难所的格局就要彻底洗牌了，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，巩固我的地位。紧急通知，强制复工令，所有重要岗位，特别是水库和农职员的异能者，必须立刻上岗，违者直接驱逐出避难所。重复，立刻上岗。官方急了，这场沙暴肯定毁了不少水源和农田。穿上装备，我们要去干活了。妈，你别吓我，你出来啊！滚开！这件衣服是我先看到的，我要拿去换吃的。在天灾面前，同情心是最廉价的奢侈品，救得了他们一时，救不了他们一世。只有牢牢握住手中的权力和物资，才能在这个地狱中活下去。现在去农职园，正是刷贡献柱的最好时机。完了，全完了，全完了！避难组要断粮了，高层下了死命令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剩下的土豆田。
要是保不住，我们全都要去地层挖矿。主管，我真的尽力了。没有水，我的木系异能根本催生不了这些快干死的土豆。红姐，别急，我来了。妹子，你可算来了，快给这片土豆田加水，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。苏云，只要你能配合周红把这片土豆田救活，我给你申请最高级别的奖励。主管放心，交给我吧。危机就是转机，这次只要把土豆救活，我在农职园的地位就再也没人能动摇了。给我涨！活了，真的活了，这产量比之前还要高。避难所有救了，我们不用去挖矿了。妹子，我们做到了，你这水系异能简直是神了。红姐，是你催生的好，我也快透支了。苏云、周红，你们是农职园的大功臣，我立刻向上面申请奖励你们每人1000星币。妹子，官方的星币虽然多，但在现在这种断粮的时候，星币不如粮食实在。这是我偷偷截下来的，这几十斤土豆你带回去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。红姐，这怎么好意思？被发现了，可是要受重罚的。拿着，自家姐妹客气什么？在这避难所里，手里有粮，心里才不慌。那我就谢谢红姐了。站住！把脸上的护目镜和口罩交出来，还有身上的星币，快点，不然老子砍死你！这种高级货在你身上就是浪费。大哥，这娘们长得不错，不如我们想抢劫，你们也配？3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废物，也敢来打我的主意？妈呀！异能者，点子扎手，快跑啊！让我看看你们这种穷鬼身上能有什么好东西。哦，在末世，这可是极其稀罕的高热量零食。看来你们也是抢来的。抢劫之前，先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，下辈子注意点。白捡一块巧克力，这出黑吃黑的反抢倒也不算亏。末世里送上门的肥羊，不宰白不宰。官方最新过滤呼吸器，售价100星币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这可是暴利的好机会，我囤了一仓库的防护具，现在正是出手的时候。防沙口罩、护目镜，官方价格的1半，只要50星币，也接受高级药材或罕见金属抵扣。老板，我这里有几株变异止血草，能换一个口罩吗？我咳得快不行了。可以，拿去。让开让开，老子先买！50星币太贵了，老子给你5个星币，这些全包了，不卖老子就砸了你的摊子！找死！啊！我的鼻子！买东西就按规矩排队，再有插队的，下场跟他一样。下一个。在黑市做生意，拳头比规矩更管用。接下来的全球暴雨需要能在水下呼吸的装备，这些高级呼吸器正好派上用场。捞金计划完美收官。两位想吃点什么？新鲜的变异野猪肉，刚刚打来的。烤肉100串，再来2杯啤酒。好嘞，贵客您稍等。
马上就好。慢点吃，没人和你抢，管够。这2头刚满月的纯良猪仔，还有这几只变异产奶羊，我全要了。现在连人都吃不饱，你买回去拿什么喂他们？这几只加起来少说也要5万星币，你付得起吗？点点吧。你竟然真有这么多钱，好，卖给你了。老板，东西送到了。辛苦了，终于弄到手了。有了这些产奶羊和猪，空间的生态链彻底闭环。我不仅拥有了无尽的粮食，更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肉带奶供免硬。在这座避难所里，不管是高层还是权贵，他们吃的用的都不如我空间里的零头。接下来就等那场淹没一切的暴雨降临了。给我留点儿，我都3天没吃东西了！滚开！这是我拿命换来的。吃吧，多吃点儿，吃饱了好上路。这些底层的垃圾，也就配吃那些下水道里变异老鼠的肉了。不对，这种刺鼻的味道不是变异老鼠。是丧尸，这肉片上散发着极其微弱的丧尸病毒气息。这些底层难民为了活下去，竟然被逼到了食用低阶丧尸肉的地步。官方难道不管吗？月牙，走。底层的那些人已经开始吃丧尸肉了。如果吃丧尸肉的人变异，避难所很快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尸潮。在这种末世里，没有实力，没有物资，就只能像外面的那些难民一样，连畜生都不如的活着。还好我早早做好了准备，现在的储备足够我和月牙在这里舒舒服服的耗到极寒结束。不管外面乱成什么样，只要不惹到我头上，我就当看戏。外面的地狱与我无关，今天吃煎牛排。哟，苏允啊，听说你每天在水库就放那么一点水，天天靠在椅子上休息。我们玉越南可是每天忙前忙后的，你这低阶水系异能拿着跟我们一样的工资，不觉得烫手吗？就是，要不是越南护着你，你早被上面派去洗厕所了。闭上你的臭嘴！苏允是官方正规测试招进来的，他供水量是达标的。你们有本事也觉醒个水系异能去啊！天天在这里嚼舌根，我看你们才是闲得慌。不想吃就滚！王越南，你为了一个废物跟我们翻脸，算你狠！我们走。越南姐，何必生这么大气？随他们说去。我就是看不惯他们那副势利眼的嘴脸。苏允，你最近下班早点回家，千万别去底层贫民区附近转悠。怎么了？底层不是一直都很乱吗？最近底层的情况不对劲儿。我这几天核对底层区供水名单的时候，发现贫民区的人口在以一种极其不正常的极快速度减少。官方不是说是尘肺病和外出搜国遇难吗？骗鬼呢！尘肺病死的大多是老弱病残，但我查了名单，失踪的大多是年轻力壮的难民。而且最近我们水库通往底层废弃矿洞区的水管经常莫名其妙的断裂，切口不像是人为破坏的。我怀疑底层有什么怪物在吃人，官方肯定在隐瞒什么。越南姐，你喝多了，官方有军队驻扎，哪来的怪物？别自己吓自己，吃肉。年轻力壮的难民失踪，废弃矿洞区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动乱。避难所高层到底在搞什么鬼？王越南的话印证了我的猜想，前世龙头山避难所后期爆发过极其恐怖的内部盗乱，似乎就与人口失踪有关。官方肯定在隐瞒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嘘，
能让月牙产生这种反应的，只有高阶丧尸变异种。走，过去看看。这味道简直就像是屠宰场。这怎么可能？官方的避难所里怎么会藏着这种东西？王月蛮猜的没错，底层贫民区根本不是因为疾病减员，这根本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。避难所高层真是好大的胆子。是那些失踪的底层难民，他们根本没有死于沉睡病，也没有外出遇难，他们是被当成了食物。底层贫民区已经沦为了这些变异丧尸的狩猎场。不对，这些变异丧尸明明有能力撕开铁丝网冲出来，为什么他们只在里面活动？是官方研发的声波驱离器，这种装置专门用来控制高阶丧尸的活动范围。避难电所的官方不仅隐瞒了真相，甚至在暗中提供保护伞，任由这些怪物圈养母尸活人。高层里有人在养这些怪物。嘘。把同类当成畜生圈养，拿活人喂丧尸，这帮高层简直比丧尸还要恶心。一旦这些变异种彻底失控，突破了声波驱离器，整个龙头山避难所都会沦为地狱。到时候，就算我躲在半山腰，也难以独善其身。我虽然不是什么圣母，但也绝对不允许有人在我的地盘上埋下这种定时炸弹。既然官方高层想把事情捂住，那我就给他们捅个天窟窿。权力的游戏是吧？那就看看谁的手段更狠。拿活人做这种事，一旦曝光，底层的难民绝对会闹起来。我看你们怎么收场。去休息一下，这大半夜的哪有什么事儿？走吧，走吧。火种已经埋下，就看明天怎么炸。官方拿活人做这种事，这群人难怪最近底层死了那么多人。我们每天拼死拼活的干活，他们竟然把我们当饲料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这是谁干的？底层的那些区域一直是你们后勤部在管，你要负全责。你少血口喷人，那些设备可是你们科研部提供的。底层民众已经开始聚集反映问题了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引起大规模混乱，我们都有责任。立刻派人去把那些公告全部撤掉，对外就说这是有人恶意散播不实信息，绝不能承认。你们最好祈祷没有留下什么确凿的证据，否则谁也帮不了你。班长，我肚子疼，快去快回，别走太远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啊！怎么回事？真的是人骨！举报信上说的是真的。官方真的在拿我们喂丧尸！冷静，都冷静！走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，一旦发现变异种，就地格杀。队长，这里有大量新鲜的血迹和挣扎的痕迹，而且还有声波驱逐器的残骸。果然有鬼，继续往深处搜。队长，没有发现变异种，他们好像凭空消失了。混蛋！
他们提前收到了风声，被转移了。这背后绝对有高层在通风报信，这趟浑水太深了。想转移视线，狐狸尾巴快藏不住了。这几天，半山腰毒定区的安保突然加强了数倍，甚至有精神系异能者在暗中进行无差别扫描。真正的幕后黑手还在暗处。隔壁那栋一直空置的豪华毒院，什么时候搬进人的？它不是人类，它是一只极其高级的成年变异种，而且智商极高，甚至能伪装成正常人。难怪底层矿洞的变异丧尸会凭空消失，原来是被转移住到了这里。爸，你放心，我在这里很安全。那些底层的贱民闹就让他们闹去，反正没有证据，等风头过了我再出去。不过我带出来的存粮快吃完了，我都吃腻了。这半山腰住的可都是异能者，肯定更美味。我准备今晚出去猎杀几个异能者，换换口味。原来是高层之子，难怪敢把贫民窟当成猎场。小羊羔，别躲了，我闻到你的味道了，乖乖让我咬一口，我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等你很久了。反应倒是挺快，不过你以为躲得过吗？整个避难所都是我家的猎场，你一个小小的水系异能者能逃到哪里去？正好我今天吃腻了普通人的肉，拿你这个异能者换换口味，正好给我解渴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水系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你打我的力道一分不少，全还给你！就这点本事，也敢学别人出来狩猎？高层圈养的废材，真是不堪一击。你把底层矿洞当你的私人猎场，把那些无辜的难民当成你的饲料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你自己也会变成别人的猎物？我要把你撕成碎片！结束了，下辈子投胎，别再惹错人。果然是极品，好强的能量！4阶，不仅防御力翻倍，空间绞杀，终于拥有主动攻击能力了。有了这个，以后遇到大规模的尸潮，我也能全身而退。干得好，月雅，今晚给你加餐，吃烤全羊。找吧，就算你们把龙头山翻过来，也找不到一点灰。不过，这避难所是彻底待不下去了。全球暴雨马上就要来了，龙头山很快就会被淹没，是时候离开了。雪地被摩托2台，高强度皮筏艇5艘，极寒潜水服2套，还有最高规格的防弹物资，全要了。好，好，马上给您打包。月满姐，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，在末世活下去只能靠自己。再见了，龙头山。带着满空间的物资、4阶异能和最强变异种，广阔的末世废土才是我的主场。